你见过世界上既可爱又可怕的动物吗？你知道这些可爱的动物对人类的危险性有多大吗？你知道吗？在整个地球上，一些外表看起来可怕的动物，像一些地窖蜘蛛或者花园蛇，这些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的动物，实际上对人类是无害的。而其他一些外表看上去友善或者可爱的，对我们人类来说却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到了世界上看上去很可爱，但实际上很危险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动物界那些高颜值杀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树袋熊，没错，也就是考拉。考拉在人类的印象里是非常可爱的一种动物，一眼看到它们很难让人不喜欢。它们分布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同时也是当地非常珍贵的一种原始树系动物。考拉的可爱程度毋庸置疑，它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它的颜值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有一点被很多人忽略掉了，那就是考拉的凶猛程度。很多人只顾欣赏它可爱的外表，却忽略掉了它的性格。考拉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类并不友好的动物，它们像大多数的野生动物一样，都不太喜欢与人类接触。如果我们盲目的靠近它们，这会让考拉变得非常紧张。一旦让考拉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它们极有可能会选择向我们发起攻击。要知道，一只成年的野生考拉体长可达80厘米，它们的嘴里含有非常锋利的门牙，前腿的爪子也异常的锋利。但是这2个身体部位就足以抓伤和咬穿我们的皮肤，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毕竟仅凭考拉的抓咬还不足以使我们丧命。最致命的地方其实在于考拉身上所携带的衣原体病菌，在澳大利亚大约 50% 以上的考拉都有携带这种衣原体病菌，这种病菌可以通过触摸、咬伤甚至接触考拉的尿液进行传播。人们在鳄鱼和绵羊这些动物身上已经发现考拉所携带的这种病菌，不过这种病菌对人体并不是致命的，但是如果不小心染上，没有及时治疗，对人类来说也是有致命危险的。好，第9个，鸭嘴兽。之所以叫鸭嘴兽，就是因为它长着一个酷似鸭子的嘴巴。鸭嘴兽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动物，它们早在2500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目前这种动物可能仅分布在澳大利亚，并且数量稀缺，非常罕见。鸭嘴兽通常都栖息在河流、湖泊中，通常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这个家伙看上去也是呆萌呆萌的，再加上它们也没有牙齿，只有一个像鸭子一样的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它们人畜无害，并没有什么攻击性。然而可怕的是，这个家伙其实拥有非常致命的隐藏式武器，在鸭嘴兽后腿的膝盖背面有一根空心的毒刺，在遇到威胁时，它们可以利用后腿猛戳向敌人，然而这时就可以利用腿上的毒刺将毒液注入进敌人的体内。它的这种毒液与一些蜘蛛、蜥蜴甚至毒蛇这类剧毒生物的毒素都有相同之处，一旦被攻击中毒，就很有可能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在野外如果看到这种可爱的鸭嘴兽，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遭到它们的攻击。好，第8个，袋獾。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塔斯马尼亚恶魔，单听这个名字就足以彰显出这个家伙的可怕程度。袋獾的体型只有小狗那么大，它的体长在80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20斤左右，整体并不算太大，但它们的肌肉异常发达，撕咬能力极强，并且异常凶猛。它们分布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经常出没于一些灌木丛林中，主要靠捕食昆虫、蛇以及鼠类动物。它们的进食方式与斑鬣狗很像，在获得猎物后，袋獾通常都会将整个猎物吃掉，包括皮毛和骨头。它们拥有非常发达的下颚，体型不大，咬合力却极强。如果不小心被它们狠狠咬上一口，很有可能会直接咬裂我们的骨头，非常危险。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袋獾都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只有当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才有可能向我们发起攻击，特别危险。好，第7个，澳洲野犬。在澳大利亚的野外会有一种看上去酷似家犬的狗，它们的外貌与普通家犬非常接近，但却不是家犬，这就是它们的危险所在。澳洲野犬属于野生动物，关于它们的起源至今仍有很多争议。澳洲野犬是一种体型中等大小的犬科动物，它们的体长接近1米，肩高可达60厘米以上，毋庸置疑，它们的战斗力碾压大多数的家犬。这种狗动作敏捷，速度和耐力都极其优秀，当然它们也非常凶猛，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具危险性的。它们除了外貌与家犬相似，其生活习性与大多数的野生野狗一样，在野外它们会猎杀袋鼠、绵羊甚至小牛。捕猎的时候，它们会由3到12只组成的野狗群对猎物进行多方位进攻，直到将猎物撕咬致死，非常凶猛。如果在澳大利亚的野外遇到这种狗，千万不要大意，在不确定它们究竟是不是家犬的情况下，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好，第6个，箭毒蛙。
这是一种原产于热带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种青蛙，它们的体型不大，颜色鲜艳，比起其他的青蛙要显得格外突出，更漂亮。不过即便它们再漂亮，也很难掩盖出这家伙的危险性。我们都知道，漂亮与鲜艳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青蛙更确切点说，应该属于非常鲜艳的一种。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可能毒性也就越大。确实，箭毒蛙鲜艳的外表下，确实是一个携带剧毒的可怕生物。这家伙的毒性极强，它们的皮肤表层会向外分泌出一种毒素，也就是说，触碰到它们就很有可能会中毒。其中毒性最强的一种箭毒蛙是金黄色的，这家伙的毒性极强，其一只个体所携带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到20个成年人类，非常危险。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毒性强度是根据它们平时吃的东西而改变的。一些野生箭毒蛙的毒素来源是捕食当地的某种蚂蚁和狮子以及一些植物所转化而来的。也就是说，箭毒蛙本身是没有毒性的，由于它们在野外经常会吃一些携带毒素的食物，才会导致它们的体内会向外分泌出这种剧毒毒液。通常人工饲养的箭毒蛙是没有毒的。好，第5个，雕熊，也叫狼獾。这是一种分布在北极边缘地区以及亚北极地区的一种动物，它们的外表看上去略微与熊有点接近，非常可爱，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属于熊科动物，它们属于雕亚科。这家伙通常栖息在寒温带针叶林和冻土草原地带，它们的体长约在1米左右，体重可达40斤。体型虽然算不上太大，但是它们却可以猎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猎物。像一些驯鹿、马鹿这些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雕熊都有可能将其猎杀，战斗力非常强悍。它们是中小型食肉类动物中最凶悍的一种。即便是舍利在野外遇到雕熊，也要让它3分。除了战斗力，雕熊还有出色的移动能力，它们可以在密林中自由的跳窜，非常灵敏，曾经还被冠以飞熊的称号。这家伙在野外除了灰狼与美洲狮能够威胁到它们，其他的动物很少会招惹雕熊，因为这家伙即便是碰到比自己狠的动物，如果发现干不过，它们就会利用肛门处发达的臭腺向外分泌出一种非常臭的臭液，然后再将自己的身体去臭液上打个滚，让臭味遍布全身，让对方无从下口，以此来起到一定的防御功能。大多数动物都受不了它这种臭味，也就只能作罢。好，第4个，大熊猫。没错，它也是具有危险性的可爱动物。虽然它们大部分食物都是以竹子为主，给人一种它们是食草动物的假象，但实际上大熊猫属于食肉动物。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熊猫的消化系统与一些牛羊不同，它们更接近于老虎这样的猛兽。如果从消化系统来看，它们就是典型的食肉动物。它们之所以吃竹子，是因为获取的途径相对容易，而且可以完全不用担心饿肚子，再加上竹笋的口感良好，也更容易消化。生活在四川，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不用担心吃的问题。渐渐的，它们就转变为以素食为主的动物。另外就是虽然是吃素食，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与牛羊一样温顺。永远要记住一点，大熊猫是熊，并不是猫。它们有剖腹刀一样锋利的爪子，以及足以伤我们性命的咬力。它们要比大多数的成年人要强壮得多。如果在熊猫面前一个错误的举动，让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这极有可能会遭到熊猫的攻击。对了，这只是针对圈养的大熊猫，如果是野生的大熊猫，那就更危险了。野生大熊猫与圈养的大不相同，它们的警觉性与攻击性都要胜过圈养的大熊猫。如果在野外碰到它们，对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好，第3个，宽吻海豚。宽吻海豚无疑是海洋里最可爱的动物之一了。它们的外表看上去非常惹人爱，特别是它们的嘴巴，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在微笑一样，特别可爱。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海豚属于一种温顺、聪明、友善的动物，似乎没有什么海洋动物能够像海豚这般与人类相处的这么友好了。确实，大多数的海豚可能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人类，但今天黑土说的这个宽吻海豚是个例外。这家伙看上去温顺可爱，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人类非常危险的致命杀手。在我们看上去，宽吻海豚好像真的会笑，但实际上它们的这种微笑是幻觉。宽吻海豚的笑其实并不是它们开心的表现，这主要就是出自它们独特的嘴巴构造，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海豚会笑的假象而已。事实上，宽吻海豚即便是死亡之后，一眼看上去也像是在微笑。然而从事海豚娱乐业的一些人们，就是利用宽吻海豚的这种微笑假象来掩盖它们的残忍。实际上，真正野生的宽吻海豚是一种非常凶狠的动物。科学家观察到，雄性宽吻海豚为了争夺雌性海豚，会出现同类相残的现象。如果雌性海豚不情愿，则会遭到雄性海豚的攻击。有时候，雄性海豚甚至会直接将雌性海豚的幼崽杀掉，非常凶猛。要知道，宽吻海豚可是海洋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有时候甚至都能够杀死鲨鱼，更何况我们人类。其实我们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海豚都是人工饲养的，真正野生的宽吻海豚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了。好，第2个，豹海豹。注意，豹海豹与普通的海豹不同，它们是豹型海豹。这家伙生活在南极附近的海洋，它们的体长可达4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豹海豹的皮肤表层有斑点，头部巨大，并且性格凶猛。
在南极，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虎鲸是它们唯一的天敌。这家伙看上去与普通海豹无异，但它们其实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食肉兽。在南极，它们会猎杀企鹅和其他的海豹，当然，它们也会主动攻击人类。早在2003年，英国南极调查局的一个生物学家在南极浮潜时就遭到了豹海豹的袭击，并导致死亡。不过整体来看，豹海豹对人类的袭击次数并不多，但这并不是它们温和，而是因为在南极这种地方，人类出现的几率很少。这一方面就大大减少了人类与豹海豹相互碰面的机会，间接性的自然也就减少了豹海豹对人类的袭击次数。实际上，这家伙与狮子、老虎这种猛兽的危险程度差不多，对人类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野兽。好，第一个懒猴，这家伙的可爱程度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大眼睛、小嘴巴，极其惹人喜爱，整个外形看起来相当哇塞。但遗憾的是，这家伙是个剧毒生物，它们的身上带有剧毒，对人类有致命的威胁。在懒猴的腋窝下有一个腺体，这里会向外分泌出一种毒素，本身这种毒素毒性并不是很强，但当懒猴用自己的舌头舔腋窝下分泌出来的毒素时，它们口中的唾液就会与腋窝下的毒素相结合，形成剧毒。这种剧毒在他们的嘴里会被涂满全齿，当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一口咬上去就可以将毒素注入进敌人的体内。如果中毒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很有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不过他们通常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懒猴其实是属于一种比较害羞的动物，也正是因此才会让很多人放下戒备，想要上前抚摸这个小可爱，而在这时就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叮咬，非常危险。在野外如果遇到这个小可爱，一定要远离他们，千万不要好奇上前抚摸。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仅需1克就值10亿美金的东西长什么样子吗？你以为黄金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物质了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黄金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物质，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转都离不开黄金。然而尽管黄金很稀有并且价值很高，但它并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物质。今天这期视频，黑土找出了世界上比黄金还要贵的10种物质，最后一个仅需1克就足以让你10代人都衣食无忧。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铱，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银白色贵金属，铱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1000万分之一，它是一种非常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即便是酸性极强的王水也无法将其溶解掉。另外，它的耐高温性质也很强，铱的熔点为2450度。利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物品，即便处在2000多度的高温环境下，仍可以正常工作。飞机引擎中的一些长期使用的部件，多数都是用铱合金组成的。除此之外，汽车引擎上的火花塞利用的也是铱合金。注意，以上的材料用的都是铱合金，并不是含量为100%的铱。在全世界范围内，铱的产量是非常低的。要知道，黄金每年的产量是铱的40多倍，也就是说它要比黄金还要稀缺。另外，人们发现这种罕见的金属在陨石中的含量比地壳中的含量还要高得多，因此人们推测这种贵金属很有可能是随着陨石来到地球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一种物质。由于其出色的特性与抗腐蚀性，使得铱在各种领域的需求量都很大，但由于其较为稀缺，并且提取方式也极其困难，所以它的价格也格外的昂贵。截止到2021年，每克铱的价格高达173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每克1265元，几乎是黄金的3倍，非常昂贵。第9个，铑。它与上面的铱一样，也是一种银白色的贵金属，用肉眼看上去，它与普通的金属无异。但就是这么一小块老疙瘩，就足以让你在北京3环1里换一套房。铑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它具有高熔点、高密度以及高催化活性等特征。这种材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年产量仅为30吨，其中有80%都用在了汽车上。相信经常开车的领导都了解3元催化器，它就是我们汽车排气管中净化尾气的一个装置。而铑这种贵金属就是3元催化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金属之一。铑可以将汽车尾气中的一些有害化合物转化为毒性较低的气体，对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全世界每年所提取的铑，其中80%都用在了3元催化器上。但由于地球上铑的含量较为稀缺，并且提取成本也较高，所以为了方便快捷，人们便开始对一些老旧的3元催化器进行回收，然后重新提取里面的贵金属，以此来实现循环使用。另外就是它的价格，在最高的时候，1克铑就可以卖到1000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7000左右，这几乎比黄金的价格高出10几倍，非常值钱。第8个，以色列金蝎毒液。
眼前的这只蝎子名为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勒斯坦毒蝎，它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没有之一。这种蝎子的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混合物，一旦被它蛰到，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救治，很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它的毒液虽然非常恐怖，但价值却出奇的高。这种蝎子的毒液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生物资源，它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可以用来制造抗癌药物以及各种抗病毒药物。但是由于提取毒液的过程非常困难和危险，并且每只毒蝎的毒液含量极少，因此导致它的毒液供应量非常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毒液价格会非常昂贵。截止到2023年，1加仑以色列金蝎毒液的售价高达3900万美元，平均一升就高达7000多万人民币。但即便是这样，你有钱也买不到这么多的毒液，因为一只蝎子所携带的毒液非常少，想要装满1加仑的毒液，需要提取264万只蝎子才可以装满，非常困难。第7个，钚。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它是核武器中最重要的裂变成分，仅需要 6.2 公斤的钚就可以产生相当于2万吨 TNT 当量的爆炸。理论上来说，仅需要4公斤的钚原料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原子弹。美国曾经往日本投下的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其实就是一颗钚弹。钚是一种极具放射性的超铀元素，它是一种剧毒金属。这种物质的半衰期长达24100年，它可以通过吸入、食入以及皮肤接触进入人体，从而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坏。由于钚的制造过程非常复杂且昂贵，并且这种材料在核武器中的潜在用途也比较重要，因此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严格监管，所以它的售价也极其昂贵。随着纯度不同，它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是武器级的钚原料，1克的售价就高达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3万多块，比黄金要贵得多。第6个，塔菲石。如果你在野外有幸捡到这样一块石头，千万不要把它随手丢掉，因为这种石头仅需1克拉就价值35000美金，也就是说1克的价值最高可达100多万人民币。塔菲石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宝石，它比钻石还要罕见。这种石头产自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以及斯里兰卡，随着品相不同，它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至于为什么它的价格会如此昂贵，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稀有程度。所谓物以稀为贵，越是罕见的东西，价格可能也会越高。再有就是塔菲石的颜色不只有紫色，除了紫色还有红色、粉色甚至无色的，它的颜色多种多样。至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塔菲石也仅有10克拉，非常稀缺。第5个，氚。氚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放射性同位素，它的原子核由1个质子和2个中子所组成，并且带有放射性。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只有当气体与宇宙射线相互作用时，才会在大气中产生微量的氚元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氚都是利用核反应堆人工制造出来的。人们创造这种物质，主要用来制造一些自供电照明设备，比如一些夜光的手表、楼梯里的出口标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夜间照明设备。这些不需要通电就可以实现长期发光的设备，就是由少量的氚所向外产生的辐射击中内部的荧光粉才实现发光的。氚的半衰期长达 12.5 年，理论上来说，一个由氚提供发光能量的照明设备就可以持续发光12年之久。当然，人类利用核反应堆制造出来的氚并不只为了造灯，它的另一种用途就是用来造核武器。氚是核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刀一样都是制造氢弹的原料，价格自然也相当昂贵。早在2000年，制造1克氚的成本就高达3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多万，如今可能更加昂贵。第4个，红钻。顾名思义，红钻也就是红色的钻石。在世界上所有的钻石种类中，红色的钻石是最稀有的，也是最珍贵的，当然它的价值也是最昂贵的。我们都知道，钻石主要通过 4C 标准去进行归类分级。所谓 4C 标准，就是指钻石的净度、切工、颜色以及克拉重量等因素。通过这4种因素去评估钻石的价值与等级。但是红钻的主要评估因素就是颜色，简单点理解，就是只要是颜色为红色的钻石都可以被定义为真品。因为这种颜色的钻石非常稀有，它的形成过程也极其复杂，并且伴有一定的几率性，价格自然也就非常昂贵。在全世界范围内，据说1克拉红钻的价格至少价值100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约为700万左右。要知道，这仅是1克拉的重量，1克拉等于200毫克，1克就等于5克拉。也就是说，你如果找到一个重量为1克的红钻，就可以卖到3000多万人民币。不过这可能会非常难以实现，因为至今为止，全世界仅有5颗红钻的重量超过了5克拉，其中绝大多数连1克拉都没有超过，超过1克的红钻更是少之又少，非常稀缺。第3个，内嵌富勒烯。
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提升精准度的纳米材料，仅需要200微克的内嵌富勒烯就价值3.2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多万。这种重量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3，一片雪花的1/15。这种材料可以被用来制造小型的便携式原子钟。原子钟是一种计时装置，它的精确度可以达到每2000万年仅有1秒的误差。要知道，平常我们所使用的钟表，即便是精确度再高，1年大约也会有1分钟的误差。而这种原子钟可以利用原子吸收或者释放能量时发出的电磁波来计时，因此它的精确度可以达到每2000万年才误差1秒。这种优势对于天文、航海以及宇宙航行等领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内嵌富勒烯则是制造便携式原子钟所需要的纳米材料之一。所谓便携式原子钟，就是将传统的原子钟的体积缩小成芯片大小，使其可以装载到各种电子设备的 GPS 导航上，比如汽车、手机以及各种带有导航系统的电子设备。这些设备一旦搭载了小型原子钟，那么它的精确度将会缩小至1毫米。而想要将原子钟缩小到这种程度，就少不了内嵌富勒烯这种纳米材料。但是由于这种材料的研制成本异常的高昂，所以导致价格也异常昂贵。平均1克的内嵌富勒烯的价格就高达10亿人民币，非常昂贵。第二个，氦，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元素，仅需1克的重量就价值2700万美元，这几乎是金子的65万倍。氦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超铀元素，它具有强烈的放射性和高温度。这种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存量极为稀少，只能通过人工合成生产，并且制造难度还相当的大。一个核反应堆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制造出0点几克的氦。这种物质的放射性极强，它可以对人体产生强烈的辐射，导致我们的细胞损伤，甚至引发癌症。除此之外，如果运用得当，它也可以被用来治疗癌症以及制造各种探测仪器。第一个，反物质。反物质相信很多领导都有所了解，它是一种威力比核武器还要高出几十倍的物质。所谓反物质，就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我们用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物体都是正物质，但是想要得到某种物质的反状态，就需要用到一种名为粒子加速器的科研仪器。这种仪器可以制造极少量的反物质，但是代价极大。据科学家估计，制造1克反物质的成本约为62.5万亿美元，并且需要花费40亿年的时间才能够生产出1克的反物质。千万不要小看这1克的反物质，因为当正反物质相遇时，双方就会相互湮灭抵消，并且会将100%的质量转化为能量，从而形成巨大的爆炸威力。仅需要 0.5 克的反物质爆炸所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1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威力非常巨大。但是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想要制造出大量的反物质，几乎很难实现。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在哪里吗？你知道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人，但却无人敢惹的小国家是谁吗？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有很多，有的国家幅员辽阔，但有些国家的面积却仅有几平方公里。这些国家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最小的一个，全国人口加起来只有几百人，虽然地方不大，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却是很多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据说随随便便当个保安，月收入都能高达10万。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面积最小的10个国家。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马耳他。马耳他是一个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它由5个岛屿组成，总面积为316平方公里，全国加起来的人口仅为51.6万。但就是这么一个面积还没有我们一个县大的地方，却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早在2019年，这里的人均 GDP 就达到了34366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接近23万，这几乎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旅游业是这里的主要外汇来源。马耳他的人口虽然只有50多万，但是每年都会有上百万人来这里旅游。这里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为21.3度，即便是到了冬季，这里的温度也不会低于0下，一年4季气候宜人，所以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前来游玩。这些游客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马耳他的经济。除此之外，由于马耳他的地理位置处于非洲大陆与欧洲的中心，所以这里也是欧非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以及退休保险等福利。这里面积虽然不大，但居民幸福指数却一点也不次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第9个，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它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
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距离亚洲大陆约为750公里。整个国家由26个环礁和1192个珊瑚岛组成，陆地面积仅为298平方公里。这里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整个马尔代夫的平均海拔仅为 1.2 米。这里的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它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渔业和旅游业。马尔代夫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里的人口仅为10万左右，经济条件也非常落后，当地的居民主要依赖渔业为生。当时这里是世界上20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尔代夫便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发展十分迅速。美丽的自然景观每年都会吸引上百万名游客前去光顾，逐渐的旅游业就成为了马尔代夫的第一大经济支柱。之前靠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都逐渐的富裕了起来，人口也从70年代之前的10万人增加至如今的50多万。但这并不能让这里的人永远高枕无忧，因为马尔代夫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经济，而是海平面上升。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的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马尔代夫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面临淹没的风险。第8个，圣基斯和尼维斯。这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整个国家由2个岛屿组成，分别是圣基斯岛和尼维斯岛。2座岛屿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它是西半球最小的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联邦。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仅为267平方千米，总人口为 5.9 万人。1493年，哥伦布在他第2次航海中到达了圣基斯岛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到了1983年，这2座岛屿才正式独立，成为圣基斯和尼维斯国。这个国家的人口主要以黑人为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另外还有这里的护照，你可能很难相信，这样的一个小型岛国的护照竟然可以免签136个国家和地区。第7个，马绍尔群岛。这是一个位于中太平洋的岛屿国家，它由29个环礁岛群和5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仅为 181.3 平方千米。这里有着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但是看上去就让人心旷神怡。但在美丽的背后，这里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岛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绍尔群岛曾经遭受过多达60多次的核试验，核爆带来的辐射导致马绍尔群岛全境几乎都受到了核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的生命健康。至今为止，部分岛屿上的放射性物质可能仍超出国际安全标准。出于核爆所带来的影响，导致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也在长时间的面临癌症、流产、畸形等疾病的困扰。这个国家原本也可以像马尔代夫那样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但由于其中的一些岛礁可能仍有很多放射性物质没有降解，所以并不适合接待游客。至今为止，这里的经济依然非常落后，财政预算的 60% 以上都是依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捐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主要靠农业为生。第6个，列支敦士登。这是一个位于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微型国家，列支敦士登的西部和南部与瑞士接壤，东部和北部与奥地利接壤。它是欧洲第4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为160平方公里。截止到2022年12月，这里的人口仅为39680人。这里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之前大多数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逐步的发展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它的国土面积虽然还不及我们国家的一个县大，但经济却非常发达。早在2009年，这里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1391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00万，在当时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毫不夸张的说，这里的居民几乎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再有就是由于国土面积太小，所以早在1868年，这个国家就废除了军队，只保留了几十名警察在维护这里的秩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里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警察去管理治安问题。第5个，圣马力诺。这是一个位于欧洲南部的内陆国家，整个国家都被意大利完全包围，是一个典型的国中之国。它的国土面积仅为 61.16 平方千米，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截止到2023年6月，圣马力诺的人口仅为33869人。与以上的那些袖珍国家一样，圣马力诺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与意大利相当。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主要依靠中小型企业和旅游业。另外就是整个圣马力诺都没有建设铁路、机场和港口，也没有高速公路。这里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汽车。
它的汽车拥有率位居世界第3，是少数几个汽车数量超过人口的国家之一。早在2002年，圣马力诺的汽车注册量就达到了惊人的45179辆。要知道，这里全国加起来人口才3万多人，而汽车就高达4万多辆。另外就是这里的全体公民都享受免费的医疗，但美中不足的是，截止到2013年，圣马力诺全国上下仅有1所医院、3个医疗中心和17个诊所以及6所药房。再有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是由2名执政官共同担任，一次任期为6个月，也就是说半年就需要进行一次选举，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想得非常周到。第4个，图瓦卢。图瓦卢是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这个国家由9个环形珊瑚岛群组成，它远离大陆，四面环海，孤独地坐落在太平洋的深处。整个图瓦卢的陆地面积仅有26平方公里，它的大小也就相当于我们4、5个农村的面积。截止到2021年，图瓦卢的人口仅为 1.1 万。这个国家并没有以上的那些小型国家幸运，图瓦卢的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农业落后，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业。这里的人们主要依靠捕鱼和种植椰子、香蕉、芋头等植物谋生。截止到2022年，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000万美元。1986年10月，图瓦卢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贫穷还不是图瓦卢最大的问题，更让当地人担忧的就是海平面上升。从1993年至2017年，图瓦卢的海平面共上升了 9.18 厘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50年之后，图瓦卢的海平面将会上升 37.6 厘米。这就意味着这个陆地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的国家，至少会有 60% 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国家都有可能完全沉没在大海中。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国比国没法活。庆幸你我都生在大中国。第3个，瑙鲁。这里是世界上第3小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小的联合国成员国。它位于中太平洋，由一座孤立的珊瑚岛构成，全岛长6公里，宽4公里，陆地面积仅为21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到其他国家的占领，目的就是为了抢占岛上的磷酸盐矿。由于瑙鲁这个国家地处中太平洋，它距离大陆的距离相对较远，所以每当大量的海鸟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都会在这座岛上落脚休息。久而久之，岛上就留下了很多鸟粪。这些鸟粪经过数万年的时间，在赤道的高温环境下发生反应，从而形成了各种含磷的岩石。而这些含磷的岩石就是磷酸盐矿，这种物质是制作化肥的重要原料。而瑙鲁这座小岛的磷酸盐矿储量高达1亿吨以上，并且品质还非常高。自19世纪开始，向外出口磷酸盐矿就成为了瑙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到了1981年，这里的 GDP 达到了顶峰，一度成为了太平洋里最富裕的岛国。但是资源总有耗尽的一天，由于过度开采，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盐矿产量便开始逐步下降，经济也开始下滑。原本他们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采，导致 90% 的耕地流失。到了今天，瑙鲁所有的食物都必须依靠进口，因为他们的土地可能再也种不出粮食来。第2个，摩纳哥。摩纳哥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它的面积仅为 2.02 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村。但就是这么一小块地方，人口却达到了39000多人，并且他们的人均 GDP 高达23万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摩纳哥凭借特殊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很多富裕的移民和商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世界各地的富豪。走在摩纳哥的大街上，可谓是遍地豪车，就连出租车都是奔驰的 S 级。除此之外，这里的房价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都非常有钱，但是摩纳哥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就导致摩纳哥的房子变得非常昂贵。据说这里的房价最低也高达 6.3 万美元一平米，折合成人民币约为40万。你如果想要在这里购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大概需要4000万人民币。而且这种价格只是普通房子的价格，如果地段好一点的房子，价格可能是以上的几十倍，甚至更高。导致房价这么高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地少人多，并且这些人还非常有钱。据估计，摩纳哥的人民中大约1/3都是百万富翁，每2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身价超过了上千万美元。据说在这里随随便便当个保安，每个月也有好几万的收入。第1个，梵蒂冈。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仅为 0.44 平方千米，大小相当于61个足球场的面积。这个国家位于意大利罗马城西北角的高地上，截止到2023年的6月份，梵蒂冈的常住人口仅为618人。这里的最高领袖是天主教的教皇，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就位于梵蒂冈境内。
这座教堂于1506年开始修建，用时长达100多年建成，其占地23000平方米，可容纳超过6万人，是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点之一。而梵蒂冈的经济来源就是依靠世界各地的信徒捐赠以及旅游业。这个国家的人口虽然只有几百人，但是每年来这里的游客数量却高达500多万。另外就是虽然梵蒂冈的国土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但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敢侵略它。主要原因就是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几亿的天主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6，其中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教徒。如果有人敢攻打梵蒂冈，可能会招惹到很多人，所以梵蒂冈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实力却不容小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